大家好，欢迎来到艾森的频道。今天我要揭开一个可能会颠覆很多人对于乌克兰战争认知的不为人知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影子战争、秘密伙伴和改变世界格局的大国博弈的故事。回顾这个秘密呢，能帮我们理解乌克兰是如何在大敌当前的这个时候艰难的挨过3年，又是怎么样在胜利在望的时候遭遇了今天的反转，最终沦落到今天上不了谈判桌被人出卖的这一步田地的。我们想象一下2022年春天俄乌战火正酣的时候，在基辅街头出现了几辆没有任何标志的汽车，接走了2名便衣男子，而护送他们的是全副武装到牙齿的这个英国特种兵。他们的目的并不是去俄乌战争的前线，而是位于德国威斯巴登的美国的这个欧洲和非洲司令部的总部。这2个人呢，其实是乌克兰最高级别的将军。他们去见谁？有什么密谋？这背后其实是耗时12个月涉及超过10个国家，超过300次绝密采访才拼凑出来的一个今天的真相。那这篇深度报道其实是来自于《纽约时报》的记者亚当·恩托斯，他挖出了一个美国在乌克兰战争当中扮演的远超公众想象的非常深度介入的一个角色。那表面上我们都知道，美国为乌克兰提供了价值数百上千亿美金的这个武器和援助，但其实真相远远不止于此。美国的情报、战略和战争规划其实是像一张无形张开的网，非常深入的编织进去了这个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每一场关键的战役。那故事的核心呢，是2位将军的会面，一位是乌克兰的扎波罗茨基中将，我们叫他 Z 将军，他曾在俄军服役，也曾在美国深造，他了解美俄乌三方。另一位呢是美国的克里斯托弗多纳修中将，我们叫他 D 将军，他是非常著名的美军特种作战的大佬，领导过三角洲部队，打击过 ISIS， 然后猎杀过恐怖分子的头目，被称为是从漫画里走出来的动作英雄。那乌克兰的 Z 将军跟美国的 D 将军在德国威斯巴登的战情室第一次见面， D 将军就开门见山，他指着地图上的这个兵力排布对 Z 将军说，光靠喊荣耀属于乌克兰是没用的，你看一看这一个数字比对。然后呢，他就提出了俄乌伙伴关系的这个建议。这个 proposal 呢，其实是只有非常少数的美欧高级官员知晓内情的一个秘密合作，成了拜登政府口中拯救乌克兰、保护战后秩序的秘密武器。美军的介入程度之深，在欧洲某国情报头子的口中，早就已经是杀伤链的一部分了。公平地说，如果没有美国，其实乌克兰早就已经被灭国了。某种程度上来讲呢，乌克兰战争是美俄代理人战争的又一次大规模重演。那这也是一场战争实验，因为不仅仅帮助了乌克兰，也让美国为未来可能发生在台海的战争积累了非常宝贵的经验。但与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场不同，美军并没有亲自下场去参与这个战事，反而只能够远程的协助。所以他们美乌之间的合作是否有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的互信程度。那其实一开始呢，乌克兰人并不太相信美国人，毕竟2014年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煽动乌东分裂搞独立的时候奥巴马他只敢谴责和制裁，但是不敢惹毛普京，所以他只给了非常有限的情报分享跟非致命的援助。但正所谓毛毯跟叶适宜是不可能打赢战争的。而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他是稍微放宽了一个情报共享的限制，并且首次提供了标枪反坦克导弹，算是有一点进步但2022年呢，全面战争爆发以前，拜登是非常麻溜的关闭了基辅使馆，撤走了所有的军事人员。那这种做法给乌克兰人的感觉就是俄国老坏人要来了，美国战狼跑得快靠不住。不过呢，战事一开，乌克兰人马上就意识到美国人能够提供给他们一些自己搞不定的战场情报，所以他们很快就转变了态度。一个非常具有戏剧性的转折点是摩斯科瓦号巡洋舰被击沉的这个事情美国人当时是无意中从雷达屏幕上发现了这一艘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旗舰，
然后乌克兰人的反应超级快 ，Oh my god， 天哪，太好了，多谢，拜拜。然后他们就动手把这个摩斯科瓦号干沉掉了。那这件事情让美国人又惊又气又怕。惊讶的是乌克兰他居然有能干成摩斯科瓦号的导弹，而生气的是乌克兰人事先没有打招呼就动手了。慌的是呢，拜登其实在当时是没有打算让乌克兰攻击这个对于俄罗斯来说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这个目标。那他万一 hold 不住的话，乌克兰人瞎搞，把美国人拖下水就麻烦了。所以这个例子呢，其实反映了早期美乌合作的这个混乱跟双方的不信任的程度。乌克兰人呢觉得美国佬太霸道，控制欲太强势，而美国人更注重追求实际可实现的目标。他们觉得乌克兰人总想搞一个大新闻呢，寻求一战定乾坤的大胜。其实呢，说到底是因为双方存在核心的分歧。乌克兰人总是想彻底赢回失去的东西，而美国当然也希望乌克兰能赢，但同时呢，他们极力避免战争升级。所以更确切的讲，美国其实只是想确保乌克兰别输就好了。但是呢，俄乌战场的这个现实又逼迫着双方必须坐下来好好合作。3月份的时候呢，俄军对基辅的进攻受挫，转向东部和南部增兵。美方呢原以为这需要几个月才能搞定，结果俄军只用了2周半。这件事情让美军意识到，除非援助升级，否则乌克兰必败。必须要给乌军提供重型的进攻武器 M777 榴弹炮。那这对比之前的毒刺标枪是非常巨大的飞跃，也就意味着美国势必要支持一场大规模的地面战争。那所以就这样呢，威斯巴登的那个体育馆就正式成了这个美乌双方的联合指挥部。一个波兰的将军担任了低中将的副手，英国将军管后勤，加拿大人负责培训。地下室的情报融合中心其实汇集了美国跟盟国各路精英一起合作来分析俄军的动向。那为了避免直接承认参与了杀伤链，他们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不说目标 target， 而叫这个兴趣点 points of interest， 这个 POI。 那一位官员就解释说，如果被媒体追问你们到底有没有给乌克兰传递这个军事目标这种问题的时候，你就可以心安理得的回答说没有。那当然这个 POI 也有一些规矩为了避免降低俄罗斯对于北约报复的风险，比如说他不提供俄罗斯本土的目标，也不提供俄罗斯战略级领导人的位置信息等等，那这都是非常可以理解的。那这个代号龙特遣队这个行动的建立是美乌建立互信机制的正式开始。合作的核心就是开头提到的这2位，乌克兰的 Z 将军跟美国的 D 将军。那这个系统到底威力如何呢？其实我们在新闻上曾经见证过。2022年年中，利用美国提供的这个情报，乌军用火箭弹猛轰俄罗斯58集团军在赫尔松地区的指挥部，打死了不少的这个将军跟参谋。俄军呢不得不把这个指挥部频繁的挪地方，但是美军很快就重新定位，然后乌军的火箭弹马上又招呼过来，这完全就是一个捶地鼠的游戏，而且重复了一次又一次。另外一场非常著名的浮桥渡口伏击战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在美方的这个 POI 的指引下，这一个渡口当时成了俄军的死亡陷阱，至少400名俄军和几十辆军车被乌克兰的炮火毁掉。然后呢，就是海马斯的引入，使用这个卫星制导火箭弹，海马斯的射程可达50英里，这是一个大杀器。海马斯每周都给俄军造成上百人的伤亡，打得俄军士气濒临崩溃。这个 Z 将军就说，我们被迫在几周内完成了别国可能需要10来年的这个磨合过程，所以呢，一个高效的杀戮机器就此诞生了。但其实在批准提供海马斯火箭炮的时候，拜登政府依然是如履薄冰，生怕会引发第3次世界大战。美方呢其实会监督海马斯的每一次打击行动，乌克兰只能使用美国提供的这个坐标，而且发射炮弹需要美方远程控制这个电子钥匙卡，必要的时候其实美军可以随时停止乌克兰对于海马斯的这个使用。到了2002年夏天的时候，其实俄军击杀这个基辅的斩首行动已经证明是落空了，所以他不得不转变为缓慢绞杀的战略。这个时候其实乌军的形势一片大好，
美国的这个 D 将军呢，甚至在地图上把代表乌军的颜色块从绿色改成了象征北约自己人的蓝色。他对乌克兰人说，等你们打败了俄罗斯，就让你们永久变蓝，意思就是说让你们加入北约。这个时候呢，双方开始策划一场决定性的大反攻，其目标是切断俄罗斯通往克里米亚的生命线。但就在这个时候双方之间的这种不信任这种裂痕也开始出现了。那最开始美乌双方达成的共识是，大家双线出击，迷惑俄军指挥官，把主攻的方向放在夺回赫尔松，确保第列伯和西岸的这个安全；佯攻的方向放在东部的哈尔科夫地区，然后同时发起一个看起来是同等规模的这个进攻，来掩护乌军在主攻方向的这个行动。所以呢，大家原本的计划是先在东部发动佯攻，然后再在南部发动这个针对于赫尔松的主攻。但是呢，没有想到泽连斯基突然插手了，他为了赶在联合国大会以前拿出战绩，下令乌军提前主攻赫尔松。那美国的D将军当然是不乐意了，因为大家为这个战争其实已经筹备了很久，突然间改变了这个主攻的方向跟时间，这肯定会危及到整个战役的安全。但是没有办法那这种分歧呢，也预示了后来反复出现的影响战争走向的这样的美乌之间的一个核心的分歧。当然呢，这场战争的这个结果是出人意料的俄军调兵增援南部赫尔松，导致东部空虚。这个时候，美国的D将军就要求东线指挥官 S 将军抓住时机顶上。东线的乌军势如破竹，打出了哈尔科夫大捷，然后这个 S 将军的声望大涨。但在主攻方向的这个赫尔松呢，乌军的指挥官却犹豫不决。美军从卫星上看到，明明只有1-2辆俄军坦克挡在前面，但是呢，乌军的指挥官却迟迟不敢前进，生怕掉进了埋伏圈。虽然最终夺回了赫尔松，但是他却没有能够乘胜追击，让这个俄军的主力都跑掉了。在战争高潮阶段，乌军一度逼近克里米亚，然后 CIA 这个时候也在秘密支持乌克兰使用美军原本为了应对台海冲突而设计的这个无人艇来袭击当时的俄军港口，然后迫使俄军开始撤离部分舰只。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呢，其实美国情报监听到俄军高层已经在开始讨论动用战术核武器了。当时估算他这个使用战术核武器的概率一度从 10% 飙升到了 50%。这一场秘密合作就笼罩在了最深刻的这个地缘政治的恐惧之下。那其实拜登政府当时是害怕俄罗斯的这个普京真的会动用他经常挂在嘴边的这个核武器的。所以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可以看到，揭示了美国跟他的这个盟友有时候是非常接近红线，那局势恶化又迫使他们将红线推向更危险的这个区域，以及他们如何小心翼翼地制定规则来确保局势不会失控。到了2002年底的时候呢，乌克兰看似处于上风，然后盟友内部甚至弥漫着说2023年就能够打赢这场战争的乐观情绪，双方都在再一次筹划攻击梅利托波尔来扼杀克里米亚的俄军。但是这一次一个更大的问题爆发了，不是来自于外部，而是乌克兰内部的权力斗争。这就直接导致了一场被寄予厚望的大反攻，其实最终变成了一场灾难性的失败。那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呢？2023年的时候，低中将离任，新任的美方指挥官是阿古托将军，我们把他叫 A 将军。A 将军上任，他给了乌克兰更大的自主权，但随着乌克兰在合作当中争取到更多的自主以后，他们其实也开始对于美方隐瞒自己的真实的战略意图。这一次呢，双方再一次制定了主攻梅利托波尔的计划。不过问题就在于乌军内部，这个时候的总司令扎卢日内，他和东线指挥官因为出生在俄罗斯，曾在俄军服役过的，被扎卢日内蔑称为俄国将领的这个 S 将军，他们两个人矛盾公开化了。S 将军呢，他首先不满足于自己在战略上处于一个次要的打配角的一个角色，而且很关键的一点，他跟泽连斯基的关系很好。而泽连斯基呢，因为非常忌惮这个扎卢日内因为战功赫赫，在乌克兰国内名望高起的这么一个状况，所以S 将军跟泽连斯基其实一度走得非常的近。那当反攻计划制定好了以后，S 将军嘴上说我有命令，但其实心里面却另有盘算。
他看中的是巴赫穆特这一个绞肉机，他认为可以在那里重创俄军，所以他并没有按照美方跟扎卢日内的这个安排，他反而说服了这个泽连斯基，把本该用于主攻美利托波尔的这个精锐部队跟大量的弹药投入到了巴赫穆特这个次要的战场上。那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在主攻方向乌军的部队只剩下了7个旅，而且很多都是严重缺乏经验、年纪又偏大的这些新兵。而当时承诺的这些弹药的装备，因为各种原因运送稍有延迟的时候，尽管美军的这个 A 将军已经保证说到时候现场一定有足够的物资可以开打，但是乌克兰人反复坚持要等到所有的物资全部到齐以后才动手。那这些骚操作其实把美国人看得目瞪口呆。那反攻开始以后，巴赫穆特果然成了一个吸血的黑洞，而在主攻方向，乌军的进展极其缓慢。有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例子就发生在当时美军的情报显示俄军正在后撤，那只需要乌克兰方面快速推进就可以占领一个阵地，但是乌军的指挥官发现山顶上有一个俄军的一个排，大概也就10来个、几十个人吧，但是他坚持要先用无人机侦察，侦察完了之后再调用炮兵部队炮击，然后再用无人机确认这个已经被消灭了以后，他才肯命令这个部队前进。但这样一来一回折腾了一天以后，等到他们拿下前面村子里的这个阵地，俄军其实已经在南边构筑了新的防线。所以这种操作呢，把这个美国的 A 将军气得大吼大叫，但是为时已晚。所以呢，当时一个美军军官就非常沮丧地说，一个该死的牌，俄罗斯一个该死的牌就阻碍了这个乌军的反攻。那所以最终呢，不出所料的2023年的大反攻以惨败告终，不仅没有能够达到预期的拿下美利托波尔的这个战略目标，甚至连中途的这个可以顺手拿下的一个目标托克马克也都没有拿下来。那乌克兰内部的斗争跟这个错误的战略决策肯定是葬送了最好的机会。当时泽连斯基曾经一度称这个巴赫穆特是我们士气的堡垒，但其实最终变成了一个血腥的证明，展示了就是乌克兰方面军力不足所面临的一个困境。而美乌之间这种所谓鲜血凝成的这个兄弟的情谊也因此蒙上了阴影，双方互相的这个互信的程度都大减。乌克兰人呢，老是在说美国人对于他们想要的这些武器不愿意给，或者磨磨蹭蹭的，他们非常不爽快。而美国人呢，对于乌克兰人不合理的这个要求，以及在征兵这个政治敏感性上的问题犹豫不决，感到非常的恼火。那在当时反攻失败以后，战场一度陷入僵持阶段，然后俄罗斯重新掌握了主动权。而美国国内呢，特朗普的回归让援助前景开始变得不那么明朗了。那为了不至于让乌克兰垮掉，拜登政府开始了一次又一次把自己原先设定好的红线往后挪。眼看着这一次美国的红线也被他们编织成了红地毯了以前因为射程远，怕刺激到俄罗斯而被严格限制的这个陆军战术导弹系统，终于也秘密的运抵了乌克兰，用于打击克里米亚的更远处的一个目标。最初被禁止踏足乌克兰土地的美军军事人员，先是以这个专家的名义进入基辅，后来人数越来越增加，后来直接被称之为美军顾问，甚至不允许前往非常靠近前线的指挥所。然后呢，为了保卫哈尔科夫，美军设立了一个行动框架允许乌克兰使用美元武器打击俄罗斯边境地区的目标，甚至也为他们提供 POI， 这已经是非常敏感的红线也被突破了，等于说美国正式介入了在俄罗斯主权领土上的军事行动。CIA 呢，甚至获准申请特例，帮助乌克兰策划对于俄罗斯纵深目标的远程无人机打击。那比如说炸毁了距离边境近300英里的一个大型弹药库，当时爆炸的威力堪比小型的地震。但是哪怕是这样，但乌克兰人依然感到不满足。泽连斯基多次明确表示，需要一场大胜来提振国内的士气，来巩固西方盟友的支持。在2024年8月的时候，就在美方指挥官交接的空档，乌克兰方面的 S 将军突然派兵突袭了俄罗斯的这个库尔什克地区，而且使用了盟友提供的本不该用于进攻俄罗斯本土的这些装备。那这种没有事先打招呼的做法，就会让美国人感到是被敲诈和背叛。但是呢，为了不让前线的乌军覆灭，他们又不得不继续提供情报跟火力支援所以他们
一方面很恼火，但一方面，那对这种非常不够意识的做法，乌克兰人的这个说法是：我们先占领俄罗斯土地再说，将来作为未来可以谈判的筹码。那更夸张的是泽连斯基曾经指示乌军在2024年秋天的时候，将俄军推回到乌克兰1991年的边界的这个位置。那为此呢，乌克兰方面曾经提交了一个很夸张的计划，向西方要求500万发炮弹和100万架无人机。而且美国人当时其实主张的是集中无人机用来打击具有战略意义的军事目标，但是乌克兰人他们坚持攻击更广泛的一些军事目标，包括了石油天然气的设施跟俄罗斯周边的一些政治敏感地点。其实所有这些方方面面都没有办法掩盖乌克兰方面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缺人。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当时有一次访问基辅的时候，曾经在街头非常震惊地看到有那么多适龄的男青年在基辅的街头走来走去，没有一个人穿军装。在一个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通常这个年龄段的年轻男子应该是在前线才对，所以他当时敦促泽连斯基征召18岁的青年入伍，但是泽连斯基反驳说没有足够的装备给他们。而奥斯汀当时也回击到，就是你乌克兰的将军老是跟我们说部队缺员严重，现在有的装备都配不齐兵。通常泽连斯基在回应外界质疑征兵问题的时候，一个常见的说法就是我们这个乌克兰是在为未来而战，那18到25岁的年轻人他们是未来的父亲，但你们乌克兰自己都不让这个适龄男青年去上前线，那很明显这就不是一场存亡之战，对不对？尽管后来泽连斯基也自知理亏他这个将征兵的年龄降到了25岁勉强降低了2岁，但是乌克兰方面仍然没有办法填满现有的这个编制，更不要说组建新的编制的旅。那这个就是美乌之间长期存在的一个僵局。乌克兰人认为美国人不愿意做必要的事情来协助他们获得胜利，而美国人认为说乌克兰人你不愿意做必要的事情来帮助自己获胜，你又怎么能够指望我们能够帮助你们呢？那所以这种僵局是不是在台美关系上感觉有点似曾相识呢？那故事来到2025年初的时候特朗普这个时候已经赢得大选，一切都开始充满了不确定性。那拜登政府其实在最后时刻，他进一步扩大了允许乌克兰打击俄罗斯本土的授权。然后低将军这个时候已经晋升为世星上将，他回到了德国的威斯巴登担任美国陆军欧洲跟非洲司令部的司令。那他现在必须要应对的是乌克兰新的不确定性的未来。那所以这个《纽约时报》由300多次采访拼凑出来的一个秘密战争史呢，揭示了代理人冲突的这个复杂性跟残酷性。它既是乌克兰人抵抗意志的证明，也是大国博弈、内部政治斗争跟人性弱点如何影响战局的一个缩影。那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希望艾森的分享让您对于这个俄乌战争有一个全新的视角。您觉得乌克兰内部的这个权力斗争是不是葬送了乌克兰胜利的一个关键呢？请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如果您觉得我的分享对您有帮助的话，请记得点赞、订阅并分享我的视频给您的朋友。我们下期再见，祝您有心血愉悦的一天，谢谢。